我听说有很多，也不能说很多啦，有部分关注性别议题的人，其实只是想看到博主骂人，然后下面留言区吵得血流成河。虽然我知道我之后要分享的观念很引战，但是我并没有要故意骂人，所以还是小小的提醒一下，如果你是希望我大骂某个族群的话，我可能没有办法满足你。第一个部分因为是背景介绍，所以我还是尽量保持中立。但是因为丑女跟母猪教是贯穿着整个系列的主题，所以如果你是希望我批评它，是会啦，后面还是一定会，这个避免不掉。但是第一个部分基本上就只是有点像科普一样去介绍这些现象而已。这一集终于出现万众瞩目的母猪教了，但是这毕竟是一个网络文化，每一个人心目中的母猪教可能样子都是不一样的。我已经尽量去抓它大概的样貌了，但是因为我不是资深的酸民，所以如果有一些比较小的事件我没有讲到的话，应该是不太影响完全没听过的人认识它啦。首先，母猪教它并不是一个有实体的组织，据我所知，他们应该是没有办过公开的线下活动，非公开的我就不太确定。另外，他们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宗教，虽然它有宗教般的感染力，但是他们并没有像正规的宗教一样会有一个组织或是架构，它只是网络上用来称呼一群有特定的价值观跟行为的网友的名字而已。他们的价值观主流媒体是解释为丑女，因为他们主要的行为特征就是给某些他们看不顺眼的女性，或者是支持这些女性的男性贴上一些不好听的标签，例如说母猪或是公狗，来嘲讽或是羞辱他们不喜欢的人。因此你要说母猪教徒是酸民的一种，我也是同意。但是他们和一般的酸民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他们主要都是针对女性来攻击。所以要简单分类的话，母猪教徒就是特别丑女的酸民。另外他们也不像真正的宗教一样有明确的身份识别或是身份认同，只要你不讲，这就只是一个网络上的虚拟身份而已，就像酸民一样。所以现实中的母猪教徒大部分不会承认自己是教徒，但是他们可能会在言语中带入母猪教的思想来争取利益。就像很多人在谢字中喊平权或是喊女权，但是他也不会承认自己是女权人士一样，因为现在说自己是女权人士很容易变成某些男性的剑拔。所以就算有一个人在网络上发表一大堆丑女的留言，只要没有人去肉收他的账号或是他删光光，就不会有人知道他曾经是教徒。但是这种隐匿性也曾经闹出一些网络上的小事件，比如说有一些情侣或是暧昧中的人，女方不知道为什么发现男方的账号是母猪教徒 PPT 上面的账号，之后就闹分手的这种情况。最后一点也是大众网友比较常诟病他们的一点，就是他们的教义并不是很明确，所以他们攻击的标准也不一定一致。只要感觉不对，或是他们觉得他们的利益有受损，他们可能就会进行攻击。所以会出现一些同一件事情或是同一个人，有的教徒觉得这个应该要攻击，有的教徒却不用的情况。母猪教的思想只是丑女思想的其中一种，并不是所有丑女的人都可以归在母猪教里面。但是现在这个用法，由于他们自己本身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定义，所以有点被无限扩大。我在谈到某一些丑女的思想体系的时候，我尽量去区分他们隶属于哪一边来改变称呼，但是我不保证我的定义跟广大的丑女民众一定是一致的，所以也有可能出现我的区分跟他们的区分不太一致的情况。
如果没有影响到我当时主要谈的那个观念，这个部分我就不会太追究了。因为网络文化就是常常连创始者都给不出一个很明确的定义。